1994年是多媒体盛行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多媒体的年代，到处都有人在呼喊，唯有拥抱多媒体才能迎接未来。而站在这股浪潮最前端的，正是第5世代游戏主机。凭借远超以往的硬件性能，它们被称作通向多媒体世界的入口。这些主机不再只是小孩子的玩具，而是能让成年人同样沉迷的新型娱乐工具。一些厂商甚至公开把自家的产品称为多媒体机器。以松下的 3DO 为例，虽然打着游戏机的旗号登场，但厂商强调它的本质上是一台多媒体设备。NEC 也把自家的 PC-FX 主机长期定位为多媒体 PC。这种宣传口号在当时非常普遍。PlayStation 则完全不同，索尼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 PlayStation 不是多媒体机器，而是专注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游戏主机。正如当时的索尼副总裁德中辉久所说， PlayStation 不是多媒体播放器，而是一台纯粹的游戏机。它不是把游戏当作多媒体功能之一，而是只专注于一件事，玩游戏。这也就是 PlayStation 的核心本质。这一点跟 3DO 的做法对照起来就特别清楚。索尼只做游戏，而 3DO 什么都想做，结果定位反而更模糊。松下电器的宣传口号是：从游戏到兴趣、运动、体育、出版、电影，什么软件都能玩，听上去是一台万能的多媒体机。可一到真正的商业运作， 3DO 还是把重心放在了游戏软件上。正是这种定位上的摇摆不定，让 3DO 的销量一落千丈。原本计划首年出货100万台，结果在日本本土只卖了20万台，最终主机销量惨淡， 3DO 不得不退出主机市场。相比之下， PlayStation 从一开始就明确，它不是多媒体机，而是一台真正的游戏机。这种清晰的市场定位不仅让索尼赢得了玩家，也赢得了行业的信任。毕竟机器宣传的再复杂，最终买单的还是游戏消费者，能不能满足玩家们的需求，才是决定胜负的真正关键。严格来说，游戏机本质上就是一台高性能电脑，只要利用它的信息处理能力，似乎什么多媒体功能都能往里塞。可 PlayStation 却没有被这种思路带偏，它没有走上那条路。正如德中辉久所说，关键在于你打出什么样的招牌。索尼给公司取名 SCEI， 是因为他们相信未来的娱乐世界会不断扩展，但这一切的核心、最重要的目标始终是游戏，所以他们坚决不用多媒体这个词，因为在他们看来，那只是一种虚假而模糊的概念。PlayStation 在硬件理论上什么都能做，但他选择只做一件事，那么就是玩好游戏。聚焦一处并做到极致是 PlayStation 的本质，而把游戏主机的性能强化到极限，则是 PlayStation 成功的关键。PlayStation 的起源要追溯到1984年，那一年久佐良木健第一次在后木市索尼信息处理研究所见到3维计算机图形技术 System 机，并为之震撼。久佐良木健在看到系统机的技术后，突然想到，如果把它用到红白机上会有多厉害。不过久佐良木健当时没有这样的想法，可能就没有后来的 PlayStation。PlayStation 本质上就是把系统机的技术应用到家用游戏主机上。PlayStation 有多强，取决于系统机有多强。那么系统机这套设备到底强在哪呢？在上世纪80年代，全世界只有这套设备能做到实时的纹理贴图，其他公司的图形系统理论上也能实现纹理贴图影射，但得提前花大量的时间进行运算，根本做不到实时影射。为什么索尼能在当时把这样的技术做到领先呢？因为他们只专注做好一件事。系统机是为电视广播设备特效而开发的，属于单一目的的专用设备，并非通用系统。正因不用顾及其他需求，索尼才能把硬件性能压到极限。系统机的速度秘密在于10个专用处理器的并行处理。在那之前，并行处理虽然在理论上被提出过，但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尤其是在图形应用上更是难以实现。然而，索尼的架构工程师们在系统机上并没有使用通用处理器，而是依靠专用处理器实现了即时绘制。通用处理器需要处理很多与目标无关的额外任务，而专用处理器则能只针对一个目标进行优化。正因为如此，这些为速度而定制的
的专用处理器在并行运作下，成功让贴着纹理的恐龙能够在屏幕上实时流畅的运动。从一开始，系统机的目标就非常明确，就是要在电视画面上实现图像的合成与修改。当时系统机的开发团队和索尼广播设备设计团队在同一个园区内，双方团队天天面对面沟通，将需求直接落实到设计里。久多良木健后来回忆说：“我们让任务保持简单，不浪费任何多余的资源。算法的美感就在于它能与目标完美契合。PlayStation 不只继承了系统机的 3D 图形技术，更继承了它背后的架构理念。久多良木健并不是单纯的照搬系统机的技术，而是把其中的智慧与理念都融入到 PlayStation 的设计之中。久多良木健当时的想法是，从系统机传承到 PlayStation 的核心概念就是架构必须简洁而优雅。具体来说，它必须简单，不是噱头或虚假的东西，并且要聪明而精巧。所谓简单，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意味着具备发展的可能性。只有足够简洁的架构，才能灵活应对未来不断出现的各种需求。在设计架构时，必须预见未来半导体的整个趋势，而不是停留在当时的集成度。即便今天我们从不同的厂商采购 LSI 芯片，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它们终将被整合到一颗芯片之中，而架构必须能够在那一天到来时顺利适配。换句话说 ，PlayStation 的设计哲学就是既要面向量产，也要兼顾成本性能，更要保持长期的生命力。第二，硬件架构不能依赖噱头，必须是具备普遍性、真正扎实的技术。久多良木健解释说，换句话说，我们不会使用一些表面的小聪明，或许可以依靠一时的权宜之计来应付过去，但那样一来就很难跟上未来技术的发展潮流。核心的问题仍是硬件架构是否能跟上未来技术的演进。好的架构有深度，用得越久越能产出更好的结果。游戏开发者的本能就是不断追求更强的游戏表现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游戏开发者必然想处理更庞大的信息量，从而展现更细致的表现，而硬件架构能否满足开发者的这些需求，将决定一台主机的生命力。久多良木健其实早就预见到，在主机发售几年后，这样的局面必然会到来，所以他坚信 PlayStation 的架构必须由自己亲手设计，才能真正带来进步。他讨厌依赖别人现成的框架，执意要独立构建属于 PlayStation 的核心结构。于是久多良木健亲自招来了早就看中的系统机开发者大厂张楠和冈正昭，最终两人被久多良木健直接拉入了 PlayStation 的架构核心开发团队，而系统机的研究经验也在 PlayStation 的架构开发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硬件设计上，久多良木健把实时性与响应速度放在了首位。只有当屏幕能及时响应手柄的操作，游戏的体验才真正成立。然而，要实现这一点，游戏主机必须在电视刷新间隔的1/60秒内完成矩阵运算、晕视频解码、多边缘渲染和贴图处理。这对于一台成本有限的家用游戏主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久多良木健在 PlayStation 的硬件架构方面又做出了哪些改变？这些内容我们将在下期视频继续揭晓。制作视频不易，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不妨在油管关注阿端的频道，为我的视频点赞，让更多人看到。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